上期视频我们介绍了智利的武装部队，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智利上世纪最有名的事情，拿着 AK-47 战死的总统和中情局对智利的3点式计划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智利在1818年独立过后呢，就过得很不错，也算是和欧洲国家比，智利也是过得不错的。国家自然资源丰富，硝石、铜矿应有尽有，铜矿的产量呢，在上世纪更是位列世界第3。20世纪以来，国家稳定，军队也没有像拉美其他国家一样，动不动就发生政变、推翻政府的。在明面上看，智利欣欣向荣 ，GDP 该多高还是多高，平均起来也是能和欧洲国家碰一碰的。但实际看的话，只有少部分的有钱人。1960年，智利发生8.9级大地震，智利百姓过得更惨。国家百姓的悲惨局面促进了智利左翼党派的发展。不过我们这期的主角阿连德是左翼人员，但是并没有加入共产党。阿连德在1908年6月26号出生于智利的瓦尔帕莱索省瓦尔帕莱索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他的家族历史非常悠久，属于最早防抗西班牙殖民者的那批人。不过阿连德并没有养尊处优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，经常给穷人打官司，因此在全国各地奔波。阿连德也跟着经常搬家。年轻的他看到了智利社会逐渐增大的贫富差距，想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。在中学期间，他认识了在智利定居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胡安·德马尔契，两人结成忘年之交。德马尔契是一名工人，致力于保护当地工人和贫困百姓的利益。阿连德就经常去德马尔契家里做客、看书、讨论国内外的时事。在德马尔契这里，他首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。阿连德中学毕业后去军中服役，在兵役期满后去到智利大学医学系学习，还取得了博士学位。在1931年，阿连德领导学生罢课，不幸被捕入狱，之后因为特赦才出来。第2年，他又因为抗议军队推翻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2进宫，后边再次因为特赦出狱。1933年，阿连德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，开始参与政治。在担任政府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时，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。在担任参议员期间，多次出国访问。在1954年去到当时的中国，在古巴革命成功后，去到古巴见到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。在1970年，几乎去过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在他的政治生涯中，曾经4次参加智利总统大选。第1次参选在所有候选人的最后一位，第2次居第2位。在第3次宣布参选总统的时候，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作为左派联盟的候选人参加竞选。这个联盟是因为智利的党派小又多，要参选总统只能组成党派联盟。当时的政治局面，美国是肯定不会放过阿连德这位左翼候选人的。在古巴革命成功后，拉美出现了不少效仿古巴的，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。在智利大选期间，美国中情局大手一挥400万美元，支持制度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多·弗雷，用传单、报刊、广告等媒介美化弗雷，丑化攻击阿连德和社会党，说什么阿连德当选的话，智利将会变成一片焦土这种话。后来弗雷以 56.09% 的支持率当选。弗雷上台后，智利还是老样子。1970年，智利又一轮总统大选来临，阿连德再次参选。他的竞选纲领是将智利和平地渡过到社会主义，让国家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，获得经济独立，扩大民主权利，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，减轻工人负担。在阿连德宣布参选后，白宫方面也是一刻没有停下来。基辛格明确地表示，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，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由于其本国人民的不负责，落入共产党的手里。这是他的原话啊。在大选之前，美国做过估计，认为阿连德最多第2。而在大选开始后，尼克松等人都懵了，和他们之前预料的完全不一样。阿连德获得了最多的选票。根据智利宪法，阿连德还要获得国会投票才能就职。美国决定在这段时间搞点事情。在1970年10月，中情局形成了一个3点式计划。之前他们曾经想让智利内部军队发生政变，不过智利陆军总司令施耐德拒绝了他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智利军队都是不参与政治的，中情局转而物色其他人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通过舆论宣传散布阿连德的谣言，让智利形成一个适合政变的政治气候。其三，和有意政变的智利官员讲明，虽然美国不会出兵干预，但是会全力支持他们。后来中情局物色到了几个不错的人选，他们在决定发动政变之前，决定先把施耐德干掉。
想要政变的退休军官维沃克斯计划绑架施耐德将军和他的副手，但是他并未动手，因为中情局不愿意。另外一位想要政变的军官瓦伦朱拉也计划绑架施耐德，两人并没有合作，因为都想当日后军政府的一把手。在10月19号，瓦伦朱拉的计划失败了。在22号，维沃克斯开始了行动。在早上8点，施耐德将军坐车去上班的时候，被歹徒在半路逼停，在准备开枪自卫时被歹徒射杀。警察沿着线索找到了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。施耐德将军在抢救3天后去世，在去世后的第2天，圣地亚哥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地为他送葬。在1970年11月3号，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一职，他对国家大型改革，但是手腕又不是那么强硬。与其他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相比，他是首位通过民众选举上去的。他大规模实施国有化、深化土地改革，在任期的第1年干的是有声有色，国家欣欣向荣。但是美国怎么会就这么放过他呢？智利的铜矿是国家的主要收入，在当时位列世界第3，前2位是美国和苏联。美国疯狂打压国际铜价，1970年铜价高峰在66美元每吨，而到了1972年已经不足每吨50元。国家收入的减少，智利民众的生活水平随之降低，罢工罢课轮番袭来，有的民众连饭都吃不起。阿连德政府内部也不安生，右翼政党反对他，左翼政党嫌弃他，军队也不再支持他。美国除了早期的推波助澜就没有行动了，因为他已经把智利经济搞崩了，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已经不需要他再做什么了，军队会把阿连德推翻的。在早前，中国和古巴都曾经提醒过阿连德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，才能稳固政权，但是阿连德没有听。在1973年9月，政变开始了，圣地亚哥在内的各个城市的重要设施被军队占领。在政变当天，阿连德在卫队的护送下去到总统府，他回绝了下属让他出国避难的请求，在总统府做最后的抵抗。身边的23名战士每人携带一把自动步枪，阿连德手持一把卡斯特罗赠送的 AK-47， 头戴钢盔。在办公室内，他接到了空军的电话，说陆军总司令和军委员会的要求您立即投降，空军参谋长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一架飞机，可以飞往任何地方的飞机。阿连德先是一战，然后恢复冷静，告诉打电话的人，智利总统绝不逃跑，他知道自己就算妥协乘上飞机也会被击落的。在下午13点30分，政变部队攻入总统府，他们要求阿连德在10分钟后投降。阿连德命令自己手下们投降，之后阿连德在总统府以身殉职。在2011年，智利法医部门公布了阿连德的验尸报告，确定他是自杀。阿连德政府的失败有美国的原因，但是也有阿连德自己的原因，这也是智利历史所造就的。智利宪法在他们心里有很高的地位，他们如果向卡斯特罗学习，那么就会得到苏联的帮助，减轻国内的压力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